巡警看到了震惊的一幕，老头正暧昧地趴在一个没穿衣服的女人身上，只是俩人都死了。随后专案组就赶到了现场，发现他们是死后才被摆成这个样子的。而更残忍的是，女人的头颅和双手都不见了。显然凶手是不想她被认出来。随后法医解剖发现，女人体内有杀精剂，老头裤裆没关，下体上还有口红印，因此警察推测俩人本来在办事，不料嫌犯先杀了老头，再性侵女人，完事后又杀了她。本森则猜俩人是夫妇，但泰勒不赞同，因为已婚夫妻绝不会引战。他猜女人是妓女，可法医却否认了，理由是女人的子宫状态不太像。这下俩人可都拿不准了。不过法医却有方法确定老头的身份，因为他带有心脏起搏器，而这东西都是实名制的。随后警察根据起搏器的牌子找到了医药厂家，开始老板还以隐私为由拒绝提供使用者的信息，但这可难不倒老练的警察，他们立马威胁要安全检查。而一听这话，老板当场就选择了妥协，很快就交代了老头名叫艾德。随后艾德妻子就被请到了派出所，她称丈夫本来是昨天上夜班的，但不知道为何会出现在公园里，一点也讲不通呀。接着本森又说出艾德喝了不少酒，可妻子又是难以置信，因为丈夫早就戒酒了。随后警察又提出了一个疑问，老头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依据当然是那具女尸，但老太太仍是毫不知情。对此警方内部产生了两种看法，一方认为妻子就是凶手，她发现丈夫有了外遇后，再将俩人抓个现行后就杀了他们；另一方则不认同，妻子显然是手无缚鸡之力，而大队长对双方都不赞同，只是将现场周围的酒吧公园全调查一遍。果然有酒吧老板认出了艾德，他表示艾德那晚和好朋友一起喝的，最后俩人还是一起离开的。据此警察又得出了一种可能，就是艾德和好友喝醉后在街上遇到那个女人并企图侵犯她，哪知艾德强奸后却不想杀人，结果他俩都被好友干掉了。就这样，警察又把嫌疑锁定在了好友身上，接着就展开了审讯。然而男人声称那晚我们只是聊天了，并没有违法。警察当然不信，接着顺势问起了聊天内容，于是男人只好交代艾德有个女主管，2周前莫名其妙开除了他，所以昨晚我陪他借酒消愁。不料警察却马上联想到，其实你在旁边煽风点火，然后他想去报仇，进而侵犯了女主管。可男人的解释是艾德隐瞒了下岗的事，还整天装作出门上班，那晚只想借酒壮胆向妻子坦诚。后来我本想带他去找小姐姐潇洒一下，但他拒绝了，于是我俩就分道扬镳了。我先打车走了，他则去旁边公园里尿尿去了。这个解释好像有点道理。于是为了验证男人的话，警察再次搜查了现场，果然在一棵树上发现了些许血迹，而艾德额头上曾发现有树皮，所以这极有可能是他撞的，并且树底下还有尿迹，估计里面的 DNA 也一定是艾德的。所以这么来看，好友应该是没说谎。因此警方重新推测，嫌犯强奸了女人后正在肢解她，然后突然听到了艾德在尿尿，接着从后面偷袭了她，推艾德的头去撞树干，想杀死目击者。这也解释了艾德裤裆开着的原因，所以他其实是被牵连的。但本森随即提出了疑问，艾德下体上可有女人的口红呀？不过泰勒想当然认为这是凶手故意弄得俩人有关系，以混淆视听。而这时所里突然来了消息，又有了新发现，有人在下水道里发现了一只断手。随后法医揭下了拇指肚上的皮肤，让本森戴上后，成功取得了死者的指纹。很快比对结果就出来了，死者竟是防治动物虐待局的探员潘，他负责调查虐待动物的人，因此这么看来，凶手极可能是被潘处理过的人了。随后警察就来到了潘的单位，在排除了他有男友之后，就把目标锁定在了潘最近处理的危险案子上。然而局长也拿不准哪件最危险，但动物收容所的员工却听说过一些事，有个虐猫的男孩曾威胁过他，还诅咒潘死后下地狱。就这样，警察立马怀疑上了这个孩子，随后就来到了男孩哈利家里。可是母亲却声称那晚儿子待在家里，哪也没去。不料本森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情趣房间，顿时明白母亲在这里接客，也知道他很不靠谱。果然，当问及哈利虐待动物的事实，母亲根本不知道，还反驳那都是别人嫉妒哈利才这么造谣的。而见母亲真的如此不靠谱，俩人决定还是来看下哈利的房间吧。不成想这里竟是一派黑白阴暗风，并且窗外就是防火梯，说明他可能趁母亲找乐子时偷跑出去犯案。同时哈利的藏书都是关于犯罪和警察作业程序的，全是跟连环杀手有关。殊不知就在这时，哈利突然回来了，见状警察当即亮明了身份，而男孩也马上明白他们是为潘而来的。可他却非常镇定，丝毫没有否认潘曾指控过自己，也坦白心理医生诊断自己对世界有攻击性。但当警察问及他以前虐待动物时，哈利却都否认了。可因为并没有实质证据，警察也不能拿他怎么样。不过哈利的前女友却证实他很恐怖，自称分手后他就不断跟踪我，还写了一大堆诡异的信，竟是一些他想和我在车祸中一起丧生的内容。既然女孩被威胁过，警察就想请他出面作证将哈利关起来，但女孩却坚决拒绝了，她可不敢惹哈利。于是警察只好问有谁敢惹她，不料女孩还真知道有一人。就这样按照她的指引，警察在厕所里逮到了哈利的好基友，随后便表明了目的。可男孩自称已不跟哈利混了，他着迷于死亡，根本就是个怪胎。而见男孩明显不配合，于是警察就威胁将他嗑药的事告诉父母，整得好基友只得妥协，供出哈利在公园里有个藏宝处，里面有他收藏的宝贝。Collection of what? Skulls.
而这正是警方努力寻找的东西。随后，警察大部队就封锁了公园，按照好基友的指示挖出了宝贝，接着就打了开来。果然是满满一箱的头骨，但是却都偏小，估计是猫或者狗的，并且里面还有一把大刀，却很符合命案凶器的特征，只是里面没有与人类相关的东西。不过这些足以传讯哈利了，可哈利仍是泰然处之。母亲也不信儿子会杀人，但当警察出示头颅照片后，母亲顿时有点慌了。然而哈利却看穿了一切，他直言这是警方的审问技巧，先捣乱你的心思后才开始提问，让母亲不必在意。随后又侃侃而谈，警察会通过提问哪些问题，从而判断出我是反社会人格。还别说，竟都被他说中了。接着哈利感到无趣，就想离开，但警察又指出他虐待动物的问题。不料哈利仍是丝毫不以为意，还列举出了很多大人物小时候都虐待过各种动物。可不成想警察还没表态，母亲先受不了了，他这才意识到儿子的冷血，然后就放弃了权力，将哈利彻底交给了警方审讯。可哈利了解警方的所有招数，他们也不知接下来怎么审了。对此，黄博士分析哈利自尊心很强，不会允许别人对他颐指气使，可以让他以第三人称角度吐露实情。于是警察便转换角度，请哈利解析谁会是凶手。开始他还不乐意，但在警察的一番吹捧之下，他分析凶手是男性白人，40岁左右。他非常了解潘，用受伤的动物引诱他前去，然后躲藏在公园暗处伺机而动。Why her? Maybe she rejected his advances. So he lures her to the park, then what? Takes her to a private place where he can be alone with her for a while. 'Cause he owns her now. He owns her body, her soul. And now he can do whatever he wants. 但警察质疑潘可是受过训练的，并且身上还有枪，凶手不太可能制服他。She never saw him. She was preoccupied. Just bent over the animal and it was a blitz attack. What did he use? Something handy, like a rock. 而这些都是警方未披露的细节。哈利竟说的一点都没错，因此警方不信是他猜出来的，认定就是他干的。检察官更是直接准备起诉了。然而刚把哈利送进看守所，事情立马又发生了变化。警方查到潘接到的最后一个电话是收容所打的，而收容所只有一人有案底，就是跟本森提供哈利线索的那位，他竟还是名曾强奸7人的强奸犯，这不就有更大嫌疑了？紧接着警察就将那人带回了派出所，却恰巧被刚释放的哈利碰见。哈利见状则取笑起了警察，整的警察脸上都挂不住了。随后哈利就告别了，还期待再见，警察则咬着牙应下了。殊不知不久后双方还真的又见面了，而且全靠哈利才破了案。接下来警察就对男人进行了审讯，可男人却谎话连篇，先是不承认电话是自己打的，又称自己的车恰好丢了，于是警察只好揭他的老底，将他犯下的累累强奸案罗列了出来，以此证实狗改不了吃屎。可男人却坚称自己已改邪归正，但警察根本不信。 Pam Tilden was at that kennel every single day, and you try to fight those urges, but they kept getting stronger and stronger. The walls you build up crumble, you pick up right where you left off. 然而男人却反驳，我以前犯了那么多案子，可从未杀过人。对此警察也有理由，所以一直有人指证你因而坐牢，这次你不想坐牢了，因此才杀人灭口，并且还割掉他的头和双手，让我们无法通过他查到你。但是男人就不承认，他坚称自己改过自新了。至此警察拿他也没办法了，于是搜查了他家，试图找出死者的头颅，可是却一无所获。而正当检察官感到没理由起诉时，警察突然发现了男人写的一些小说，竟全是在讲强奸加折磨，并且还寄给了他的狱友阅读，狱友还回复了好多读后感，让他下次多记几分。检察官一听这个便有了指控理由，这不就是传播淫秽物品罪吗？当然男人的律师是反对的，他狡辩男人并没有散布的意图，可检察官掌握有他邮寄的证据，而律师仍反驳他只寄给了朋友，并言明检方就是无法证明我委托人的谋杀罪，所以才找了这个蹩脚理由。但检察官义正言辞，男人就是在传播淫秽作品。而法官在听了俩人的争论后，最终决定让陪审团来裁决。不料这正符合检察官的心意，果然陪审团在听到男人写的那些内容后，加上他又是有前科的，最后判决3级猥亵罪成立，但也顶多只是1年刑期而已。警方当然不满足于此，可检察官则鼓励他们至少有1年时间去找出头颅了。然而就在泰勒准备离庭之际，他竟遇到了一个意外的人，没想到哈利也来旁听了，但显然泰勒不待见他，可哈利却一点也不慌张，因为他懂法治法，知道警察可不敢当众下手。果然泰勒也只能咬牙切齿放开他，只说一些威胁的话而已，最后丢下一句我们找到了你所有的收藏品，会一直盯紧你的，就离开了。 You think there never is just one stash? 却不料这句话竟一语双关，警察立即受到了启发，既然罪犯家里没有头颅，说不定是藏在了其他地方。于是紧接着他们就搜查了所有与罪犯有关的地方，果然找到了被他藏起来的作案工具车，并且还在上面发现了血渍。可不幸的是，那是来自狗狗的。俩人一听顿时失望之极。然而就在这时，
法医却又提出了新发现，通过对车轮胎上泥土的分析，发现里面含有黄白反光漆的碎屑，说明车子急转过，而轮胎上有泥证明车子开出过柏油路，加上货车里也找到了泥鞋印，所以综合这些特征推测，凶手走出车外把头丢掉后，又急速离开了现场。而通过泥土中物质分析，地点则是在一个土壤污染严重的地方，应该是化工厂的排水沟。然而那天凶手行走的路线太长，一路上共有8家化工厂，可是不太好寻找。不过这时法医又提到，土壤中汞的含量最高，结合实际情况，应该是一家生产盐酸的工厂，而这样的工厂就只有一家了。于是紧接着警方就到盐酸厂的排污口打捞了起来，可不成想捞了半天却是啥也没找到。几人又是一阵惆怅，只好随口问问岸边找到了什么，结果也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然而就在本森失望离开之际，警员突然说还找到了一个耳环，本森急忙接过来观看，竟是一只狗狗的形状，而这就成了破案的关键。随后警察来见了被关起来的男人，男人竟自得只是关1年而已。不料下一秒警察就拿出了那枚耳环，告诉他这是在丢头颅的地方找到的，可男人表示无法证明那是他的。哪知警察立马就证实了，因为这是纪念潘在之5周年特制的，上面不仅有他的 DNA， 还有你的指纹，而这就算是证据确凿了。迎接男人的将是25年监禁，他再也嘚瑟不起来了。